当地时间6号，美国商务部以涉俄为由，将42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中国商务部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另一方面，7号下午，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率领跨党派议员代表团抵达上海展开访问，这也是4年来的首次。美国国会近年来频频出台涉华消极法案，成为毒化中美关系的重灾区。这次由美国议员来华访问，能否增进双方的理解，并促进中美关系发展？来看看报道。10月7号下午，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与共和党参议员麦克克拉珀共同率领一个跨党派代表团抵达上海，开启访华之旅的第一站。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等人在机场迎接。该代表团共6人，除舒默和克拉珀外，还包括共和党籍参议员比尔·卡西迪、约翰尼利·肯尼迪以及民主党籍参议员马基哈桑和乔恩·奥索夫。据悉，该团还将出访日本和韩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在回应该代表团访华时表示欢迎，并希望通过此访增进美国国会对中国的客观了解，促进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积极因素。深圳卫视注意到，在出发前往中国之前，舒默在参议院发表讲话时提及了此次访华的主要目标。Our trip will be a visit to the most consequential region in the world, focusing on the issues of economic competition and security, on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and on global leadership in advanced technology. 据悉，该代表团计划在上海与美国商界及其他团体会面。美媒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代表团将向中方提出美国存储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在中国开展业务等问题，希望通过加强接触，讨论如何在中美持续紧张的政治局势中开展业务，并创造新的合作途径。今年5月，美国企业美光科技因为存在较严重网络安全问题隐患，被中方制裁。在参议员们访华之际，美国企业也纷纷强调，中美关系疏远已经损坏了他们的商业利益。With recent complaints from American businesses that the growing rift has sour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nations to the point of making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inimical to investors, the trip appears to be an opportunity to avert the crisis. 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是时隔4年再有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华。参议员们对这趟行程都十分重视。担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民主党参议员本卡丁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建立与中国的沟通渠道，将能对我们面临的挑战和机会有第一手的了解。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克里斯范·和伦也表示，即使一次的访问无法解决两国诸多分歧和议题，但有交流能为两国关系破冰带来正面发展。但美方对中国科技产业进行小院高墙打压和围堵仍未收手。就在舒默率团访华行前，美国商务部以涉俄因素为由，再将42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声称相关实体为俄罗斯的军事和国防工业提供支持，指控这些企业向俄方军工企业出口原产美国的集成电路。除了这些中国企业，还有来自芬兰、德国、印度、土耳其、阿联酋和英国的另外7个实体也被列入管制清单。今年2月，美方也曾以同样理由制裁一些中国企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发言人表示，美方在短时间内再次以所谓涉俄为由，将中国一些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对中国企业肆意实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这是典型的经济胁迫和单边主义霸凌行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所谓小院高墙政策呢，主要有2个目的。那么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它直接所称的和美国的国家安全相关。那么第二个呢，这个有关呢，实际上是和美国国内政治，也就是它的产业政策有关。那么他觉得通过这种小院高墙政策，能够让这个就是制造业回流到美国。那么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呢，是在于他认为中国现在这个崛起速度过快，他要对中国经济增长呢进行这个约束，而认为对中国经济增长制衡最厉害的、美国最具优势的，
当然就是它的这个科技。外界注意到，拜登政府上台后加大所谓制裁中国企业的力度。据《华尔街日报》统计，已经有700多家中国企业被美国政府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其中超过1/3是拜登政府上台后新增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声称，这与保持对中国的技术优势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密切相关。近日，华为发布了新款手机，被认为突破了美方的技术封锁。10月4号，在一场听证会上，雷蒙多表示，华为在芯片方面取得突破的报道令人极其不安，还宣称需要更多手段来强化出口管制。 The reports about Huawei are incredibly disturbing. And although I can't comment on any investigations, I promise you, we take every credible threat seriously and investigate to the fullest wherever we think there is some credible allegation that a company has done an end run around our export controls. 事实上，美国政府的对华打压也将美国优势企业逐出中国市场，损害美国科技产业利益。《纽约时报》5号以大型芯片制造商如何抵制拜登的中国议程为题刊文。报道称，今年7月以来，美国3大芯片巨头英特尔、高通、英伟达一直在直言不讳地警告拜登政府，削减对华芯片销售将重创这些企业的业务，并且会破坏美国政府在本国新建半导体工厂的计划。美国企业抱怨，拜登政府允许韩国企业在华投资芯片产业，但却不允许美国企业扩大中国生意，实在令人费解。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格尔辛格指出，近年来对华出口额在英特尔总营收中的占比高达25%至30%。我们希望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范围实现出口最大化。格尔辛格坦言，英特尔想要维持已确定的研发投入规模，就不能退出中国这一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市场。如果不能从这一市场获得应有利润，将迫使美国科技企业减少研发投入，长期将损害美国科技竞争力。日前，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报告显示，4年来的统计数据证明，脱钩对于中美整体经贸的影响相当有限。在绝大多数供应链上，美国仍然离不开中国。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去风险化，不再相信这个经济全球化，不再相信这个世界经济的联系性。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危害呢，就是所有的国家都希望利用自己在经济相互依存中的这个优势，来这个巩固自己的优势，来危害或者损害其他国家利益。如果这个信任的基础不恢复的话，那么可能未来10年、未来20年，世界经济的状况可能会越来越退回到一种这个分割的状态。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王先生您好。美国商务部再次以涉俄为由，将42家中企列入出口管制清单。我们注意到呢，近期的清单里几乎没有大企业或机构。您对此如何解读？首先呢，中方呢强烈反对美方再次增加在出口清单中的中国企业的名录。那么中俄的贸易关系呢是正当的，是合法的。美方呢是没有权利把正当的中俄关系和中俄贸易相关的一些企业放入到所谓的出口清单中。这种行为呢，典型的体现了美国的霸权、霸道和霸凌。那么不只是中方在反对，很多新兴经济体都在反对美国这种霸道的行为。那么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也要看清就是美国这种霸道、霸权、霸凌的行为它有点外强中干。有点像纸老虎的特色，因为他只敢对那些小企业，不敢对那些大的企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些重大的一些项目一些大的企业所涉及的贸易面非常的广，全球的影响力非常的大。美国呢，某种层面上也是投鼠忌器。更重要的呢，美国想要去对一些大的企业制裁或者在出口清单上贸易清单上、进口清单上有所体现的话，他也怕受到这些企业相关的反制。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呢，我们对美国的这种霸权、霸道、霸凌的行为呢，也要保持战略的定力。一方面呢，我们要在未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呢，对美国呢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提升我们在
进一步提升我们高质量发展这个建设和贸易强国之路上我们要走得更深更远，提升我们全球的博弈能力。舒默率领美国跨党派议员团访华，已经抵达上海，这是2019年以来的首次。近年来，美国国会多次炮制恶法，损害中美关系。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两党参议员此次访华有何特殊意涵？首先呢，中国官方对于这次美国参议员的访华呢是表示欢迎的，这也体现了中国的包容和大度。过去这些年来美国的参议院也好，美国的众议院也好，很多议员对中美关系是消极面大于积极面，对中美关系的破坏力大于塑造力。所以呢，中国仍然摆的一种欢迎的态度实际上是体现了我们中国的大国的风范。那另外一方面呢，作为学者呢，我们也呼吁呢，美国的参议员呢，能够用正面的、积极的、健康的、客观的、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中国的发展。中美之间差不多因为疫情的缘故，3年多呢没有展开大规模的人文交流和相互的高层的频繁的往来。那么今年呢，随着两国的不断放开呢，有一些大规模的精英高官议员相互之间的往来这本身就代表了中美人文交流的一些恢复。那么这些恢复呢，我们也充满了期待希望能够继续帮助中美关系止跌企稳。那么对未来呢，中美两国的关系呢，我也表示着审慎的乐观吧。好的，谢谢王先生以上的分析，请您保持在线，我们稍后还会继续连线您，谢谢。欧盟官员透露，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将于10月12号到14号访问中国。在他来华之前，欧盟先是宣布启动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还发表格拉纳达宣言，宣称将降低关键领域对第三方，特别是对中国的依赖，这是所谓去风险化的延续。与此同时，法国驻华大使就中法中欧关系接受媒体采访，围绕博雷利访华，中欧之间的优先事项有哪些？来看看报道。欧盟领导人6号在西班牙南部城市格拉纳达举行非正式会议。在会后发表的格拉纳达宣言中，各国领导人宣布将加强欧盟竞争力，立志在数字及绿色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并以欧盟机构每5年1届的任期为确定工作方向，初步讨论了欧盟版5年计划。宣言还强调对乌克兰的援助计划保持不变，但针对美国众议长突遭罢免以及美国新财年临时拨款法案排除了60亿美元的援乌资金。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如果美国的政治倾轧损害了对乌克兰的援助，欧洲将无法填补美方所造成的缺口。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宣言还提及中国，宣称要加强欧洲经济安全，降低关键领域对第三方，特别是对中国的依赖。这与今年6月欧盟发布的首份经济安全战略中去风险的说法一致。这个时候呢，我想呢，欧盟更应该呢加强跟中国的合作，因为中欧无论是在数字经济的合作，还是在绿色经济合作的领域都有相当大的合作空间。但是这一次呢，欧盟把这个去风险这个对象把针对中国，我想呢，应该是找出来一个方向。外界注意到，欧盟格拉纳达宣言的发布就在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访华前夕。有欧盟官员透露，博雷利将于中国国庆假期之后的第1周访华。时间为10月12号至14号，期间将与中方讨论双边关系及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有外媒称，博雷利为欧盟外长，但实际上博雷利所担任的职位相当于欧盟外交事务的总协调员。此前，博雷利的访华已经2次推迟，第1次推迟是因为博雷利感染新冠病毒。据欧洲媒体报道，第2次是被中方通知推迟，原因可能为议题协调问题。不过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欢迎博雷利尽早访华。深圳卫视注意到，7月14号，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雅加达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博雷利。
王毅向他强调，中欧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欧方应进一步明确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不能摇摆不定。当前尤其要警惕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使去风险变成脱钩断链的代名词。博雷利表示，中国首先是欧盟的重要伙伴，这一定位十分清晰，也十分确定。博雷利还承诺，欧盟不支持阵营对立和平行体系，去风险绝非针对中国，欧盟从无意阻碍中国的发展。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我想呢，增加双方高层的互访啊、往来啊和交流啊，都是非常有益的。中欧相互合作的这个意愿啊，也是比较强的。因为合作呢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这一次会谈呢，我想呢，中方当然也会提出自己的一些关切啊，特别是刚才你讲的，在这个所谓去风险的这个背景之下啊，这一次会谈，我想呢，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双方的这个互信啊，也为未来的这个合作呢，能够寻找一些新的机会。深圳卫视注意到，去年11月以来，欧方高层密集访问中国，掀起中国热。今年6月，国务院总理李强还回访欧洲。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中欧高层交流保持了较高层级，显示双边关系趋于稳定，国际局势也因此获益。但外界也注意到，中欧关系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观察指出，中国电动车将成为博雷利这次访华的重点议题之一。欧盟委员会指出，中国制车辆占欧洲电动车市场8%，到2025年更可能增至15%。10月4号，欧盟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启动反补贴调查，以决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指出，不少欧洲企业都担心欧方此举将引发中欧之间的贸易战。观察指出，针对中国电动车进行调查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构思，其目的是为了他竞选连任捞取政治利益。德国媒体则纷纷指出，法国推动了欧盟的相关对华调查，因为法国产汽车在中国市场份额很低，而法国政府也紧急展开危机公关，甩锅给欧盟。近日，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接受中文媒体采访时声称，冯德莱恩以欧盟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宣布发起反补贴调查，而对外贸易是属于欧盟的一项职权，具体的说属于欧盟委员会。白玉堂辩解道，从法国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一方面授权一项职权给欧盟，另一方面又批评欧盟在这项权能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另一方面，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近日在巴黎出席巴赫瑞中秋晚宴时提醒，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是保护主义，保护的是落后，伤害的是欧洲消费者，希望欧洲国家谨慎行之。德国政府和企业界强烈抗议欧盟的做法，他们认为，一旦欧盟对中国电动车进口采取措施，中国必将对等反制，那么德国汽车行业将成为牺牲品。德国斯图加特日报报道称，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和保时捷集团首席执行官奥伯穆质疑欧盟此举违反了其一向宣称的公平竞争原则，认为欧方一旦启动贸易保护措施，将导致更多的保护主义出现。中方态度也很明确，就在不久前举行的第10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中方强调，欧方拟采取的调查措施是以公平贸易为名行保护自身产业之实，是赤裸裸的保护主义行为，将严重扰乱和扭曲包括欧盟在内的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并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欧盟中国贸易协会主席哈克马认为，多年积累的欧洲贸易和投资成果使双方相互倚重，双方理应保持良好关系。法国国际问题专家布鲁诺·吉格说，中欧经济相互依存，以构建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中欧完全可以在各有所长且能彼此成就的领域开展合作，实现共赢。会不会爆发贸易战？我想呢，中欧双方都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局面，因为贸易战呢对双方都没有好处，特别是欧盟现在是经济呢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它的主要的火车头德国经济呢今年大概率呢会陷入衰退欧盟整体的经济情况呢是非常的差。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跟中国这样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发生贸易上的这个重要大的摩擦，对于欧盟来说是
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啊，大多数持有人股啊都不内建这种情况的发生。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王先生，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将于下周访华，那您对博雷利此访有何前瞻？我刚刚过去的3个星期啊，我都一直在欧洲，我对欧洲的8个国家进行了快速的、深度的一些调研，那么去了意大利呀、法国呀、德国啊，尤其我在德国呀，在法兰克福、在柏林啊，做了大量的访谈。那么这些调研过程中啊，刚好是欧盟它要发起对中国的所谓这些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倾销的调查的时候呢，德国的我调研到的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精英政要都反对。那可见呢，这样的调查是不得人心的，也是有违于事实的。那么有一位德国的专家还跟我讲说10多年前欧盟就对中国的光伏产业进行调查，最后呢不了了之，最后失败，也没有阻止中国光伏产业冉冉升起、快速崛起的这样的过程。那么最终这次对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所谓的这个反倾销的调查，最终的结果也会像10多年前光伏的那次调查一样，最终的结果是欧盟的失败。欧盟发表格拉纳达宣言，特别强调降低关键领域对第三方，特别是对中国的依赖。但与此同时，德国也在反对欧盟对中国电动车进行反补贴调查。那您是如何来看中欧经贸关系的走势？实际上呢，以我在过去3个星期在欧洲8个国家调研的经验来看呢，的的确确从政治关系、从舆论关系，等这些层面上来看中欧关系的确是遇到了30多年来罕见的挑战，欧洲大量的一些媒体还有一些智库议员对中国这种误解已经达到了一种极致了。但是另外一个层面上呢，我认为中国呢，我们需要保持战略定力。中欧关系我们8000亿到1万亿，如果加上英国和非欧盟国家，我们中国跟欧洲之间差不多有1万亿的双边的贸易额。那这应该是中国跟区域性的这个国家和地区这个是第一贸易伙伴那么一度好多年都是第一贸易伙伴。那么过去的1、2年呢，这个东盟也起来了。所以从某种层面上来讲欧盟、东盟都是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支撑。所以欧盟呢，在中国的贸易实力崛起的过程中，提出了去风险化的过程。实际上，它的核心呢，就希望能够减少对中国的所谓的依赖。这种看法呢，是体现了欧盟面对中国崛起过程中它出现的焦虑、不安、紧张和对中国崛起的无计可施。因为它所谓去风险嘛，就是对中国减少依赖的一种方式。而且去风险的背后呢，它实际上是不敢说要跟中国脱钩，也表达了和折射了、暴露了它本身内心的这种没有底气和心虚。所以面对这样的一种复杂的、纠结的欧洲对中国的心态呢，我觉得中国一方面呢保持我们的战略定力，第二方面呢进一步深化跟中欧之间的交流让更多的欧洲的精英、智库、议员都更好地了解中国发展的状况。第三呢，我们要通过开放来化解当下的摩擦和矛盾中央也不断提出全方位的开放，就是希望开放让世界呢都能够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那么全方位的开放呢，也能够化解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和结构性的一些冲突。所以对中欧关系来讲呢，基于我过去3个星期在欧洲的大量的调研呢，我还是表示的审慎的乐观。中欧之间有一些磕磕碰碰，有一些摩擦呢，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那么终究还会通过不断的发展来解决这些磕磕碰碰和这些摩擦产生的一些问题。好的，谢谢王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
直播港澳台由来自海拔6000米的昆仑山矿泉水独家冠名播出。来关注台海，美国助理防长拉特纳5号在一家智库活动中大谈加强威慑，但他同时声称反对台独，被认为是对民进党发出警告。日前，台湾地区2024参选人有着台独金孙之称的赖清德对日本媒体宣扬新两国论，还极力拉拢日本介入台海。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则指出，一个中国是国际关系的基础，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都必须坚持，才能维护和平稳定。台湾地区2024参选人、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近日接受日本放送协会 NHK 与右翼媒体读卖新闻专访，他再次公然宣称台湾已经主权独立，不必要再宣布独立。这一说法被岛内舆论批评为新两国论。赖清德还呼应一些日本右翼“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说法，要求日本介入台海局势。令人不齿的是，赖清德还宣称自己是为了避免战争，稳定台海。另据岛内媒体报道，日本 NHK 在报道中指出，赖清德对中国大陆相关问题回答慎重，强调并不希望与中国大陆对立。深圳卫视注意到，这已经不是赖清德第一次叫嚣所谓新两国论。8月，赖清德过境窜美，当时美方禁止他在美国境内接受媒体采访，但赖清德打了一个擦边球，他在出发之前接受了美国媒体专访，并在其过境窜美期间发布报道。当时他也鼓吹新两国论。当时岛内媒体分析认为，赖清德就是要向美国表明其一旦当选，以美谋独的中心不变。而这次他对日本媒体再次鼓吹，也是想达到同样的目的。对于赖清德的谬论，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就予以驳斥。他强调，尽管海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台湾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台湾退役中将帅化民在岛内政论节目中表示，早在赖清德过境窜美时，美国就不希望过度刺激大陆，不希望看到稍有改善的中美关系再度恶化，因此选择低调处理赖过境。赖清德希望获得美国面试及支持的打算落了空，各种原因他心知肚明。此番赖清德在接受日媒采访时再抛所谓独立论调，就是为了抓住日本这棵稻草，意图增强所谓联合防卫力，但日本他根本指望不上。台湾，你有什么坚定的承诺呢？你说增援台湾的作战能力，你跟台湾搞过军演没有？台湾的军队跟你能不能美国能够联合作战？不行啊，对不对？日本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我告诉你，日本讲了半天，他只参与撤侨的行动。哦，懂了，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部分。最大的程度就是说，提供美军在日本的基地的后勤资源，他才不愿意卷进来。那日本当然很清楚啊，我跟中国大陆近啊，你美国能远水救不了近火啊。外界注意到，美国助理防长拉特纳5号参加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年度辩论会时，大谈针对中国的所谓威慑能力建设，但现场有观众对他的涉台言论提出质疑。有美国观众提问，有人说要把台湾变成豪猪，作为提高中国大陆攻台代价的威慑。美军还在菲律宾、日本等中国周边都有军事基地。美国观众质疑，美军的存在离中国很近，这些所谓的威慑实际上却升高了地区局势。实际上，美国长期视台湾为制衡中国的棋子，但即便如此，也不敢公开发表支持台独的言论。拉特纳这次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政府不支持台湾独立。拉特纳还为美军在所谓印太地区的部署辩解。他称，美国的意图是与盟友和伙伴一起维持现状，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防止战争是首要重点。我们努力的重点是保持威慑，专注于找到平衡。拉特纳还指责中国企图在全球扩大影响力。不过，拉特纳代表美国国防部驳斥了美国中情局长此前做出的所谓中国大陆将在2027年攻台的说法。拉特纳强调，美国国防部的立场是，台海冲突既非迫在眉睫，亦非不可避免。对，没错。所以呢，这位拉特纳讲的就比较有道理了。他提到了印太地区的冲突既然非迫在眉睫，也非不可避免。他说，我们正与盟友和伙伴一起推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啊，这个仗打不得啊。所以这个问题啊，
我们不要听这个碰风的说话，我们只看。我是讲究有什么钱吃什么面，就有钱吃面。你有多大的实力，讲多大的大话，是对不对？所以你看，认识作战、经济作战、科技作战，唯独他不希望军事作战起冲突。是。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就指出，所谓中美冲突的根源就在于美国不希望中国崛起，而台湾只是美国遏制中国的一个重要抓手。我要维护台海的和平，我要维护全世界的利益啊！台湾只是他的一个借口，因为如果没有台湾这个借口的话，他的手就伸不进去这个台湾海峡，伸不进去这一块地方，所以他必须要说，我是为了保护我的小老弟。所以我要硬插一脚进来。我们错在哪里呢？我们错在民进党，就是说，对，我就是你的小老弟，拜托你来帮我，拜托你来介入我们，所以才导致现在把中美的冲突跟两岸的问题纠结在一起。地区国家对台独勾连外部势力表示警惕。5号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前瞻峰会2023上，该国总理李显龙就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局势发表看法和观点。李显龙直言，中美关系的走向取决于世界各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一个中国是全球几乎每个国家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与台湾地区建立非正式、非官方关系的基础，这仍然是维持关系和维持现状的基本基础。We start thinking of Taiwan like as an analogy, as an analog of Ukraine,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which is Ukraine. An independent, sovereign country, I think you are changing a very fundamental ba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it will have very dangerous consequences. 李显龙呼吁不要把一个中国的问题看成是所谓民主与专制的对决，这将导致危险的后果。若各国能把一个中国的认知表达清楚，将会有所帮助。李显龙提醒，涉及两岸问题，不要一步步接近危险，这可能导致误判或意外发生。I would say each time somebody makes a little move, the other side makes another little move. Each is reacting to the other, and it's a dynamic which no single party is fully controlling. You take a half step wrong, and you may find yourself on a cliff.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也在这场会议上公开呼吁，两岸应该尽快启动政治对话，这将关系到两岸未来走向何处。深圳卫视注意到，马英九已经宣布因为反对民进党当局的台独小动作而拒绝出席双十庆典。此前他连续40年出席，此举被认为是对台独释放出的强烈反对信号。马英九认为，如果两岸之间可以通过直接对话得出成果，或许就能避免中美直接冲撞。李显龙则表示，两岸对话必不可少。We were very happy on 2 occasions to play host in Singapore. If the circumstances just dictate a further meetings in future, we'll be very happy to be the party sitting there, providing the room and pouring the tea. 我同意两岸应该自己谈，两岸之间要什么不要什么大家自己谈。我们有那么多过去的渊源，这么多的互动，对，我们共同的利害是什么？我们共同要的、共同不要的，一定是要双方坐下来谈。但是现在我们明明这么近，坐飞机几十分钟就可以来往的2个区域，然后同文同种，然后有这么多这个通婚、通学，甚至是交互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自己谈，我们讲中文就可以通了耶。参与这场论坛的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江宇对深圳卫视表示，马英九先生有着非常坚定的反台独的态度，无论在此次会议的演讲中，还是与其私下沟通中，马英九都表现出非常坚定、毫不妥协的反台独立场，但同时他也希望两岸能进行好好的沟通。你看，除了93年的这个汪辜会谈，还有这个2015年的喜马会呢，他希望再有这样一次的突破，因为前2次都是在新加坡进行的，希望新加坡呢也能够再发挥这样的作用。汪江宇认为，李显龙总理的回答是非常郑重、得体、有分寸的，提出了鲜明的反台独立场。当然，这个事情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对于这个一个中国红线的这么一个反复的强调，我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非常值得称赞的一种表态。他也指出呢，现在各国
各国跟中国交往的一个共识，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大家跟台湾发展一种非官方的关系。一个中国原则呢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李显龙在一个重大的国际场合把这个非常清楚的出来了，而且他的声音呢是在全世界都是可以听得到的嘛。搞不好拍那个照片的时候，我正好在那儿，因为我们是发言人嘛，发言人都是第一排，所以李显龙对话完了之后呢，下来就跟我们握手。当然我们握完手之后没来得及走开，然后李显龙跟马英九这个握手，因为意义特别重大嘛，见证历史，所以记者呢可能就抢抓，然后呢就把我一个右下角的一个大脑袋留在那儿了，所以就算是同框了。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近日接受日本放送协会专访时，再度发表台独谬论，您对此作何解读？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赖清德无论是在接受岛内媒体、美国媒体还是日本媒体采访时，都在重复这一套观点，而且看上去似乎是有备而来，有一套完整的认证链条。很显然，赖清德企图用这样一套带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话术，想要既达到打消美国的依赖论，又骗取台湾中间选民信任的目的。那么我认为，对此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国民党，都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且有针对性地揭穿它。首先，大陆有责任和义务说清楚，假如不涉及统与独问题，那这场选举就纯粹是属于岛内的范畴，跟两岸之间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无关。而且大陆早已一再表明，将来会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来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不仅过去与现在两岸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已经在事实上共存，而且即使未来两岸统一了，两岸的两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仍然可以继续共存，台湾仍然可以继续奉行现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两岸的两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共存，既不会因为岛内蓝绿政权的变天而改变，也不会因为两岸的统一而改变。因此，赖清德的说法纯粹是属于子虚乌有，是在欺骗国际社会与台湾的选民。其次，赖清德说2024台湾选举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这一说法不仅经不起逻辑上的推敲，而且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赖清德在接受日本放送协会专访时，不仅声称所谓的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且一再度重申了蔡英文的两岸主权互不隶属的观点。这两个观点叠加在一起，其实就是赤裸裸的台独言论。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在2024选举中选择了赖清德，就意味着选择了台独，选择了台独就必然意味着选择了战争。这不就证明了本次选举就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吗？据《环球时报》报道，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出席亚洲前瞻峰会2023时警告，改变一个中国的国际认知，后果非常危险。您对此又是如何解读？首先，我想要指出的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这番警告非常具有针对性，可谓是一针见血，切中了问题的要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为了配合美国主动挑起的所谓对华新冷战，无论是拜登政府中的一些高官，还是蔡英文当局，都在有意识地采用偷梁换柱的方式，企图转移两岸问题的矛盾与焦点，也就是把原本是统与独矛盾的两岸问题，说成是两岸之间的两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决。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拆解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的正当性。其次，我认为李显龙之所以认为这种说法很危险，一是因为基于冷战时期的经验和教训，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决，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无法共荣共存，必须要决出一个胜负。二是这一说法会激起西方国家的集体危机意识，
也就是为了维护其共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会在台湾问题上搞阵营对抗，抱团起来跟中国大陆打群架。而中国大陆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安全，也必然会奋起反击。这样一种状态不仅会导致两岸问题无解，而且会进一步激化矛盾。而在事实上，中国大陆始终坚持不仅要用“一国两制”方式来解决港澳问题，还要用它来解决台湾问题。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大陆不仅不希望看到两岸两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决，而且一是要实现他们之间的共存，二是要实现他们之间的共荣，即共同繁荣。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两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共荣与共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国两制实践为大陆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机遇期，而大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港澳台地区的繁荣。因此，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港澳台问题，并且促使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尤其是促使两种制度之间的良性竞争，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中国与中华民族之福。美国助理防长拉特纳一方面重申不支持台湾独立，另一方面又强调要用军事威慑手段来确保台海的和平。您对此又是如何看？美国助理防长拉特纳的这个说法，进一步证实了我早前所做的一个判断，即拜登政府正在用两手策略，以丑是政治的，即以不支持台湾独立这样一个说法，来给大陆吃一颗定心丸，让大陆找不到启动反分裂国家法的理由。另外一手是军事的，企图用进一步武装台湾与加大在台湾周边军力的部署的方式，来吓阻中国大陆动武。而且从拉特纳的最新判断来看，他们对于这两手策略似乎是还是相当自信的。他说，五角大楼今天的立场是，两岸冲突既非迫在眉睫，亦非不可避免。这显然是跟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在内的一众美国高官不久前的断言，即中国大陆将会在2027年前武统台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我的看法是，拜登政府一再表态不支持台湾独立，这的确是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但是这一表态并不足以消除两岸的战争风险，因为假如蔡英文当局，尤其是正在竞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赖清德，要一意孤行搞台独，那同样会将台海拖入到战火当中，并且将美国拖下水。因此，我认为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这样一个态度，还是稍显消极了一些。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不仅要坚定表态反对台湾独立，而且要以实际行动来管控和打压台独，让台独势力断了蠢蠢欲动的念头，并从根本上消除台海战争的隐患。至于拜登政府企图用进一步武装台湾与加大在台湾周边军力部署的方式来吓阻中国大陆动武，我认为这样的做法也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它一是会给台独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以为美国是在为台独撑腰打气；二是会激起中国大陆的不安全感。好的，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菲齐心协力联合军演正在菲律宾吕宋岛举行，演习科目包括反潜、反水面、防空和电子战演习等内容，地点就在黄岩岛附近海域。演习被认为是菲律宾在南海的周边的又一次挑衅。而就在时局敏感之际，菲律宾4号硬闯仁爱礁以后，还陆续发布一系列视频进行炒作，指责中方海警船所谓危险操作。然而，菲方最新公布的视频恰恰印证了中国海警局的回应，严正警告，全程跟监，有效规制。齐心协力联合军演将持续12天，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支新的轮换部队参演。美国海军陆战队时报引述美海军陆战队发言人拉里·博伊德的话称，
与规模较大的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不同，这支轮换部队由近2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组成，其中包括一个步兵排、联合终端攻击控制员、空中和海军炮火联络员、爆炸物处理海军陆战队队员和无人机系统操作员等。观察指出，这样的部署实战意味浓厚。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驻菲轮换部队虽然驻扎在国外，但其指挥和控制中心位于美国西海岸。根据美海军陆战队的2030军力设计计划，将海军陆战队设计为跨岛链进行分散作战，以对抗中国，并要求东南亚的这支轮换部队更加敏捷且不易追踪。其目的是与东南亚的盟友和伙伴一起训练，同时随时准备支持该地区的危机或应急反应，也被认为是美印太战略对抗所谓中国威胁的最新举措之一。参加完齐心协力后，这支轮换部队还将马不停蹄地投入美菲卡曼达格演习。为了投身这次齐心协力联合军演，菲律宾派出了王牌导弹护卫舰入列不久的何塞黎萨级护卫舰安东尼奥·卢纳号。此外，美军杜威号导弹驱逐舰和路易斯·克拉克级干货船、英国巡逻舰史佩舰、加拿大皇家海军的温哥华号护卫舰和日本自卫队的河鼠号驱逐舰也参与其中。这些舰艇常年在中国周边活动。英国巡逻舰史佩舰长期停留在印太地区，上个月刚刚抵达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休整。加拿大温哥华号也在9月2次接近中国领海，引发中方强烈不满。9月11号下午15时33分，它距离长江口只有80海里远，而在9月8号，它还曾靠近舟山群岛。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此次军演中，菲海军共出动733人，美国海军则派出632人，加拿大海军244人，日本海军169人，英国34人。军演包括反潜、反水面、防空和电子战演习。美国和菲律宾海军还进行了主题交流，并与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海军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演练。法国和澳大利亚海军人员将参与主题交流，新西兰和印尼海军人员将进行观察。虽然菲律宾本身并不是很强调与中国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假想敌视的军事关系，但是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这些其他的这个国家，他们的这一个区域的这种军事同盟，它的活动毫无疑问就是以这个东亚的这个中国的军事力量作为一个假想敌。可能菲律宾自己不这么想，但美军实实在在的是把这个当做一个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在进行。美菲军演可以追溯到2017年杜特尔特担任非总统前的卡拉特演习，这是一个自1920年代以来美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一项常见的双边演习，以联合海上战备和训练为主。但杜特尔特上任后认为卡拉特演习对中国有挑衅意味而取消，转由齐心协力取而代之。但分析认为，今年的齐心协力演习与杜特尔特时期的美菲联演有本质不同。此次演习更加注重常规战争的战斗层面，而杜特尔特执政时期的联演则更注重非传统安全领域，比如反恐、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的训练。需要警惕的是，此次演习地点位于菲律宾吕宋岛南方，距离中国黄岩岛只有约340公里。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加大了对南海的挑衅力度。9月底，菲总统马克思特别下令移除中国在黄岩岛附近的漂浮屏障，但此说法迅速遭到中方驳斥。菲海岸巡逻队也曾承认，马克思政府上台后叫嚣要筹划取回黄岩岛。他的这个新政府上来以后呢，可能是在这个事情上要有所这个所谓的这个回摆，来加强他自己的一方面说是国内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度，而另一方面呢，随着美国这个重返菲律宾的这样一个大的战略方向上基本确定，一方面在迎合美国的这个同时，为自己攫取一定的利益，同时呢，不在这个非常高的层面与中国发生这种严重的这个对峙，通过这样的形式呢，这个两头取巧。深圳卫视注意到，菲律宾继续就仁爱礁进行炒作。6号，菲海警部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若干照片和视频，声称中方执法船危险操作。多角度的视频显示，当时2艘船只距离仅1米左右，中国海警使用英文喊话驱离。
You have approached the waters near Chinese Ren'ai Reef. To avoid miscalculations, please adjust your course. Leave and keep far off. Over. 今年以来，菲方多次打破原有共识，就仁爱礁挑衅，中方予以坚决反制。10月4号，菲律宾以及一些西方媒体声称，一艘中国的海警船拦阻并包围了一艘菲律宾巡逻舰，并称双方对峙持续了大约8小时。中国海警局5号发布声明表示，10月4号，菲2艘运补船和2艘海警船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菲船只进行严正警告，全程跟监，有效规制。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坚决反对菲方向非法坐滩军舰运送违规建材。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另一段航拍视频显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2艘海警船在护送2艘运补船擅闯仁爱礁时，被中方4艘海警船全程跟踪和监视。而菲方6号发布的视频恰恰印证了中国海警局的回应：严正警告，全程跟监，有效规制。实际上从这个视频可以看出呢，我们的船只还是非常克制的。从这个视频里边，中国海警21556船嘛，那基本上它在那儿停着不动，因为呢没有任何航行的这种痕迹嘛。而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来是菲方的船只靠上来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碰瓷行为嘛。而且呢，在菲方的船头站了那么好几个人，扛着摄像机还有照相机，很显然他就是在作秀。时事评论员石红向深圳卫视表示，中方这次执法相当克制，在海洋执法中遇到外国船只，中国海警有多种方式进行海上维权，包括喊话驱离、使用灯光和警示牌警告、阻挡外舰前进航道等。如果相关船只继续硬闯，执法船也可以使用水炮。事实上，今年8月初，菲律宾船只强闯仁爱礁时，中国海警5201舰就对菲方游艇进行了警示性水炮喷射。在对峙的时候，比的是首先是胆量，因为呢，像我们的船只呢，在进行了阻挡的时候，首先呢，就是要挡住对方航行的一个路线嘛，因为不能够呢让他再进行前行。可以看出我们的船只呢就停着不动嘛。按理来说，对方是应该呢进行规避的，但是呢，从视频可以看出来，对方呢不仅没有规避，相反呢他是靠上来的，是进行这种碰瓷嘛。当然了，他也是呢很小心，所以呢航速特别慢，他也是呢跟我们玩这种眨眼游戏嘛。一看呢，中国的海警船纹丝不动。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实际上看到菲方的船只，它最后呢是转向了，这样实际上也就能够看出他呢是心里边发虚嘛，不敢呢撞我们的海警船，最终呢他是转向脱离。